在1983年，两位交易员理查德·丹尼斯和威廉·埃克哈特进行了一个著名的赌注。丹尼斯认为交易可以被教授，而埃克哈特则认为成功的交易者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力。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丹尼斯招募了一群没有交易经验的普通人，并用2周时间教他们一套交易系统。这些新手被称为海龟，而他们使用的系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海龟交易系统。海龟交易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趋势跟踪策略，它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市场会形成持续的趋势，而捕捉这些趋势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该系统使用简单的技术规则来识别何时进入市场，如何确定仓位大小以及何时退出。它不试图预测市场，而是对市场走势做出反应。海龟交易系统由4个关键组成部分构成。首先是入场规则，决定何时买入或卖出；其次是仓位规模，确定交易的资金量；第3是出场规则，明确何时退出交易；最后是风险管理，控制每笔交易和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这些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的交易系统。海龟交易者使用2种突破系统来进入市场。系统一使用20天价格区间的突破，适合短期交易；系统2使用55天价格区间的突破，适合长期交易。当价格突破过去20天或55天的最高价时，海龟交易者买入做多；当价格跌破过去20天或55天的最低价时，他们卖出做空。这种简单的方法帮助他们捕捉市场新趋势的开始。海龟交易系统的真正奥秘在于其仓位规模方法。它们不是简单的交易固定数量的合约，而是基于市场波动性调整仓位大小。具体来说，它们使用 N 值来度量波动性，这基本上是过去20天真实波幅范围的平均值。通过计算每个市场的单位风险，它们可以在不同波动性的市场中承担相同的风险金额。他们的目标是每个 N 值仅风险1%的账户资金。让我们看一个假设的例子。假设我们有一个10万元的交易账户，我们想要交易 XYZ 商品。XYZ 的 N 值平均真实波幅是5元，我们计划在突破点买入，并在价格下跌2N10元时退出以控制风险。按照海龟系统，我们会冒险1%的账户资金即1000元，因此我们可以交易的合约数量是1000元除以每合约风险10元，等于100个合约。这确保了即使交易失败，我们也只损失账户的1%。海龟交易系统有2种出场方式。第一种是止损退出，用于控制风险。如果市场朝着不利的方向移动2N，海龟交易者会退出交易。第二种是系统性退出，当市场反转到20天系统1或10天系统2的新低新高时退出，这是一种捕捉利润的方法。这种双重出场策略帮助海龟交易者在错误时迅速认错并退出，而在正确时让利润奔跑。海龟交易系统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规则，还依赖于交易者严格遵守这些规则的能力。丹尼斯教导海龟交易者不要思考每个交易信号，只需机械地执行系统。趋势跟踪系统往往有很多小损失和少量大赢家，这需要极强的纪律性来坚持系统，即使在连续亏损后。情绪控制和对系统的信任是海龟交易者成功的关键因素。丹尼斯的实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大多数海龟交易者在4年的项目期间实现了年均收益率超过80%。一些海龟交易者，如杰里·帕克和保罗·拉巴德，后来成为了顶尖的基金经理。这一结果证明了丹尼斯的观点：交易确实可以被教授，一个好的系统加上严格的纪律，可以带来显著的交易成功。尽管海龟交易系统是在40年前开发的，但其核心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许多现代交易者仍然使用突破系统，
风险控制和仓位规模的概念。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随着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系统，市场已经适应，使得原始规则可能不如过去那样有效。此外，当今的算法交易和高频交易已经改变了市场动态。尽管如此，海龟交易系统提供的风险管理和系统化交易方法的教训仍然是宝贵的。在结束之前，我想强调几点重要注意事项。首先，过去的表现不保证未来的结果，即使是海龟交易系统也经历了亏损期。其次，适当的风险管理是成功交易的关键。永远不要在单笔交易中冒险超过你账户的1%至2%。第三，任何交易系统都需要时间和耐心。最后，交易是有风险的，请确保您在开始交易前了解并接受这些风险。永远不要投资超过你能承受损失的资金。总结一下，海龟交易系统是一个使用简单规则的趋势跟踪策略，由4个核心组成部分组成：基于价格突破的入场规则，基于市场波动性的仓位规模，用于控制风险和捕捉利润的出场规则，以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这个系统的成功证明了系统化交易和严格纪律的价值。无论你是新手还是有经验的交易者，海龟交易实验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明确的规则、严格的风险控制和持之以恒的执行是交易成功的关键要素。